我看了看卧室墙上的钟，我想我已经把不可避免的事拖延到极限了。我得去狼群宅邸，向我们未来的阿尔法祝贺生日快乐。我生命中的克星，我哥哥最好的朋友，未来的阿尔法，迈尔斯。今天他就要满17岁了，并将迎来他的阿尔法狼。说实话，他本来就够自负了，觉得世界围着他转，更别说现在还要加上即将获得的狼形力量。他可不是普通的狼人。哦不，迈尔斯，达文波特注定是阿尔法，所以他会拥有一头强大有力的阿尔法狼，只会让他更加傲慢和强大。可笑的是，迈尔斯曾经也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。在我小时候，你知道的，当你父亲是阿尔法的贝塔时，孩子们自然而然就玩在一起，成了朋友。我哥哥乔丹成了迈尔斯的得力助手，他最亲近的朋友和盟友，未来接替他成为贝塔，这很合适。但年复一年，我和迈尔斯的友谊变了。随着他成为学校更受欢迎的体育明星，我们的友谊消退了。说到底，他总会是受欢迎的，毕竟他是未来的阿尔法，但再加上顶级体育明星的头衔，他被众人追捧。我哥哥也是，学校里所有的女生都像围着流行歌星一样围着他们转，这太奇怪了。如今我在他眼里不过是他和他那帮体育哥们取乐的对象，一个书呆子，不是那些围着他转的漂亮校花，只是一个可以取笑的人。在一个学年的时间里，我从享受与这位未来阿尔法的相处，变成了憎恨他。他认为自己是天赐的礼物，说实话，如果真是，那这份礼物我会毫不犹豫地退回去。贝利，我听到妈妈在楼下喊我，告诉我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。我知道乔丹和爸爸早就去狼群宅邸和他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的阿尔法会合了。知道了。我朝楼下喊道，目光落在书桌上的书本上，无比渴望继续我正在做的作业。我宁愿继续做作业，拿到额外的学分，朝着我想去的大学努力，也不想去参加那个自大狂恶霸的派对，还得把他当成几乎是一家人，毕竟他是我爸爸最好朋友的儿子。我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到镜子前，整理了一下我今天选的黑色溜冰裙，一条朴素简单的裙子，方便混在人群里，但万一有人问我为什么没好好打扮，好歹也算条裙子。配上我那双厚底黑色凉鞋，我看上去还算得体，虽然没人会看我。今天，所有的目光都会聚焦在兽性身上，向来如此。他会确保这一点的。我甩了甩背后棕色的卷发，然后走出门，已经开始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感到无比煎熬。妈妈把车停在狼群宅邸外的停车位，而我妹妹摩根正拨弄着我头上的卷发，纯粹是想惹我生气。她知道我宁愿去任何地方，也不愿待在这里，并且很享受这一刻。哦，你想回家吗，小贝利？她取笑道。你们俩别闹了，快点，你爸爸在里面等着呢。我们去找寿星吧。妈妈听起来兴致勃勃，完全没意识到这个派对可能有多糟糕。她也崇拜迈尔斯，看着他和我哥哥一起长大，她似乎觉得他完美无缺，这一直让我抓狂。他根本不会注意到我们在哪儿。我嘟囔着，跟着他走上宅邸后门的台阶，对我妹妹摇了摇头，她穿的也太夸张了。她今天绝对是想给谁留下深刻印象。我心底有一小部分在想，她是不是希望自己会是迈尔斯的天定伴侣？毕竟，她今天将迎来她的阿尔法狼。她今天会第一次变身，而今天也可能就是她感应到她天定伴侣的日子。学校里关于这件事的议论已经沸沸扬扬，很多女孩都为这个潜在的可能性兴奋不已。那是月神为她选定的伴侣，注定要与她在一起的人。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那个人就是自己。而我呢，我渴求任何可能性，除了这个，我想不出比这更糟的事了。然而，看着我妹妹今天花的心思，我开始觉得她也是众多怀抱着这个希望的女狼人之一。我们穿过狼群宅邸的走廊，里面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狼群成员。今天是狼群内部庆祝的日子，未来阿尔法的生日。
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生日，是他成年的日子，是他遇见阿尔法狼的日子。宅邸的墙壁上装饰着各种饰品，音乐从散布在各个房间的扬声器里轰鸣而出。哦，对不起，一个咯咯笑的女狼人差点撞倒我，她对我说，我现在宁愿去任何地方，除了这里。这里对我来说太嘈杂，太喧闹了。我只是瞪着那个女孩离去的背影，她毫不在意。我跟着妈妈和几乎是蹦蹦跳跳走路的妹妹朝主休息区走去。我只能猜想，妈妈已经用心灵感应联系了爸爸，告诉他我们到了，而爸爸说他们在那儿，不然我们可能要花一整天到处找他们了。看起来狼群里几乎所有人都来庆祝迈尔斯·达文波特这该死的生日了。休息区挤满了人，音乐震耳欲聋，每个人似乎都玩得很开心，除了我。我瞥见哥哥靠在休息室最远离我们刚进门那堵墙的地方，他朝我点了点头，然后就直接转开了。就不能上点心吗，贝利？他用心灵感应联系我，这是生日会，不是葬礼，你知道吗？他的话让我的心沉了下去。太好了，侮辱已经开始了，这意味着迈尔斯也快开始了。他们两个似乎很喜欢这样合作，以骚扰我为乐。我只不过比他们俩小1岁，曾经多么希望随着年龄增长，这种辱骂和羞辱能少一点，但事实上，他们似乎变本加厉。我确信，只因为我不是他们感兴趣的那种女孩。我不像其他女孩。我妈妈说，我让自己成了容易攻击的目标，就因为我喜欢学习，喜欢阅读和学习。她说，我只是给自己找麻烦。我的计划是找到出路，让事情变得容易些。乔丹说，你的裙子看起来像要去参加葬礼，贝利。摩根取笑道，又弄乱了我的卷发。我浓密的棕色长发卷曲着披在背上，他们有时候真让我抓狂，尤其当我哥和我妹决定捉弄他们的时候。哦，好吧，我穿了裙子，就像你要求的那样。我厉声说，从他们身边走开，已经感到愤怒了，真想转身就回家，却被妈妈拉了回来。我们要去祝迈尔斯生日快乐，你至少得待一会儿。我不想又得向你阿姨和叔叔解释你为什么中途离开社交场合，贝利。妈妈警告我，她的语气听起来很不悦。我敢说，她肯定看穿了我又想离开派对的想法。我敢肯定，她讨厌有我这样的女儿，大概更希望有一个更善于交际、喜欢参与一切活动的女儿，而不是一个宁愿埋头读书的女儿。哇哦，生日快乐，迈尔斯！我听到身边的妹妹尖叫起来。我发誓她声音尖的只有狗能听见。老天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兴奋，不过是她生日罢了。她可能根本不在乎，她通常都不在乎。当我抬起头，她蓝色的眼睛锁定了我。我迎上她的目光，却看到她的眼睛变成了深蓝色。那是她的狼吗？我看到她脸上掠过一丝怒容，然后她突然冲出了房间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给我出来！迈尔斯突然用心灵感应联系我，而且我必须说他听起来很不高兴。这，再加上他脸上愤怒的表情，告诉我事情不对劲。难道他宁愿我没来？好吧，他可不是唯一这么想的人。什么事？我困惑地问道。他连我穿什么也生气了吗？天啊，就是条裙子。有那么重要吗？要是的话，我回家就是了。现在出来。他再次命令道，这次听起来更不耐烦了，让我意识到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听从他的命令。于是我溜出正在进行的派对，回到宅邸门口。结果发现迈尔斯正在台阶底部踱步，看起来既困惑又愤怒。那他为什么需要我在这里？找个出气筒吗？我可不打算当那个，我很确定。就在我准备走开时，他抬起了头。该死的，你来的可真够慢的。他厉声说道。我皱起眉头，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我就站在宅邸台阶顶上俯视着他。他的蓝眼睛又一次像刚才在里面那样变成了深蓝色，让我吃了一惊。他的狼显然就在附近。怎么了，迈尔斯？你想让我去叫乔丹吗？
我问道。不，我不想。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他咆哮道，一声低吼从他唇间溢出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针对我，还是他的狼在对他生气。我不太明白，我开始说。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他嗤笑道，我只是困惑地看着他。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。直到他继续说下去，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，这想法让我恶心。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月神要跟我开这种玩笑？我不知道。我是阿尔法，一个该死的阿尔法。我理应拥有一个强大的伴侣，一个让我骄傲的美丽伴侣，而不是某个软弱可怜的壁花。我的身体因他的话而颤抖。不，我还没有获得我的狼，我还不知道这个。为什么偏偏是他？我是你的天定伴侣。我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，你确定吗？你他妈在怀疑我？他吼道，而且你不会是。一旦你获得你的狼，我会在合适的时候决定拒绝你。一想到拒绝，我的心就扭曲绞痛。拒绝本应是最痛苦的事。他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月神为他选定的伴侣？我真的那么令人厌恶吗？第2章。1年后，又一场我们敬爱的未来阿尔法的生日派对。哈，不是我敬爱的未来阿尔法，我恨死那个混蛋了，毫不犹豫地伤透了我的心。我从未从他那里得到过合理的解释我到底做了什么要遭受这些。只有那些频繁的侮辱，说他怎么会想要我这样的人？我看上去像月神的样子吗？我毫无头绪。在他眼里，月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的？毫无疑问，是那种金发无脑的美女吧。她们是他在我们狼群里花时间相处的那类女狼人，那些崇拜他所踏之地的人，对他言听计从的人。我很怀疑他们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外，还会读多少书。贝利，妈妈在我们家楼梯上朝我喊道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我真的非要去参加派对吗？我回应道，我告诉你，迈尔斯不会在意我不在那里的，但你阿姨和叔叔会在意的。而且我不想再跟他们解释你为什么缺席了。妈妈继续喊道，你难道不知道今年你因为埋头书本错过了多少活动吗？是啊，贝贝，真是个书呆子，难怪你没朋友。我妹妹摩根在卧室门外咯咯笑着。滚开！我嘶声道，我有朋友。我冲出房间，走下楼梯，走向等我的家人。我打算去问候一下寿星，虽然他一丁点儿都不会在意。我知道他根本不想见到我。然后我就溜回家。咦，你就穿这个？摩根问道。我低头看了看身上的黑色紧身裤和白色背心。好吧，我赢不了。显然，我妹妹不知何时被冠以时尚女王的名头，对我穿什么都不满意。哦，算了，我就这么穿着了。我觉得配上我这双厚底黑凉鞋还不错。我对妹妹怒目而视，走出了门。我们还走不走了？我冲他们所有人吼道，真恨不得下个月赶紧离开去上大学，远离他们，还有这个狼群。我们到达时，派对早已热火朝天，音乐从扬声器中轰鸣而出，情侣们在每个可用的角落里亲热，所以我移开目光，穿过窄底的走廊，走向休息室。毫无疑问，迈尔斯就在那里统治着他的人民，表现得无比重要，就像他特别喜欢自认为的那样。你为什么在这儿？迈尔斯的声音在我心灵感应中响起，甚至在我完全跟着父母进入房间之前。太好了，我没得选。相信我，我宁愿不来。我厉声回击。我越来越厌倦他对待我的方式。是的，他计划拒绝我，认定我不适合他，但他本可以到此为止。我不需要因为他不认为我适合他，就被当作某种社会弃儿对待。我认为我不该得到这种待遇。我在高中时代已经受够了霸凌，就因为我喜欢学习。哦，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本来不打算来参加你未来阿尔法的派对？迈尔斯用带着强烈情绪的语气连接道。迈尔斯，你刚问我为什么来，现在你又问我是不是不打算来？你搞清楚好不好？我反驳道。记住我是谁，贝利。
你不在我之上，永远都不会。如果你被我视为合适的伴侣，你最多和我平起平坐，但你没有，你连那份荣耀都不配。他嗤笑道。我感到愤怒在我体内奔涌，那你觉得我就不会拒绝你吗？我厉声说，转身朝出口走去，不想再待在这里了。直到我感到一只手抓住了我背心的后背，把我猛地拉了回来。我抬眼一看，是迈尔斯那双深色的眼睛，他正俯视着我，一脸鄙夷。我们狼群未来的阿尔法，我觉得我见过的最傲慢的男人，一个谢天谢地我不再需要与之结为伴侣的人，因为这个愚蠢的混蛋在甚至没有给他天定伴侣一个机会之前，就选择了拒绝。要去哪儿啊，贝利？他问道，声音里满是恶意。我确实认为你问了我为什么来这儿，所以我觉得你是想让我离开。我告诉他。迈尔斯低下头，与我的头齐平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仿佛依然享受我的气息。他最近这么做很多次了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但是当他歪着头看我时，我忽略了他。我想我爸妈可能会对你有意见，如果你离开的话。他们聪明的小贝利，老天不容。他把额头抵在我的额头上，离我远点，别扫我的星。我难以置信地对他摇摇头，看着他大步走开。他甚至有没有想过我会尽可能避免靠近他？我宁愿去任何地方，也不愿靠近他。贝利，你为什么要骚扰我的朋友？我听到我哥哥乔丹质问道。他突然走过来，引得许多人转身看我。太好了，没什么比开始制造狼群八卦更妙的了。我敢肯定迈尔斯会感激这个的。我没有骚扰他，是他过来跟我说话的，问我为什么来。我告诉他，我哥哥笑了。他和迈尔斯一样是个白痴。我那些有哥哥的朋友们都抱怨哥哥们保护欲太强。我呢？不，我亲哥是带头霸凌我，对我完全混蛋的那个。他觉得他妹妹远非受欢迎群体中的一员，用他的话说，太沉迷书本，这让他非常难堪。说实话，我觉得我的全家人都以某种方式觉得我是个巨大的尴尬。他说的对，你又不会参加庆祝活动，你可能会找个安静角落坐着看书。他取笑道。那肯定比跟你们任何人待在一起更有质时上的愉悦感。我对他得意地笑了笑，然后从我那站着发愣的哥哥身边走开。我敢说他根本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。可怕的是，他将是下一任狼群贝塔。愿老天保佑我们狼群。他和迈尔斯之间大概只有一个脑细胞，还是共享的，我敢肯定。而且即使是那个，我觉得也是充电的，而且正在快速流失电量和知识。他们能高中毕业，只是因为花钱请人帮他们做作业。当我溜出熙熙攘攘的休息室，来到楼梯顶部，希望能躲藏尽可能长的时间时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。我迅速转身，希望只是有人要去卧室，或者这层楼的某个备用卫生间。但是，今晚幸运女神不站在我这边。不，迈尔斯跟着我，眉毛挑起，看起来很烦躁。喂，我要跟你谈谈，他命令道。你1分钟前不是让我走开吗？不是吗？我问他。不这么认为，我觉得更可能是问你为什么在这儿。迈尔斯带着一丝假笑说。在我坐着的顶层台阶上坐下。迈尔斯，整个狼群都在这里给你过生日，我相信不管你要跟我说什么，都可以等等。我耸耸肩，极度渴望安宁，尽管考虑到播放的音乐那震耳欲聋的节拍，这很难。不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要离开？他质问道，好像因为我没有告诉他而愤怒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们不是朋友，迈尔斯。你也还不是我的阿尔法。这是我和我父母，还有你爸爸，作为阿尔法商量好的。我向他解释，不明白这为什么会让他烦心。要我说，我还以为他会乐得摆脱我呢。但你要走了。他低语道。一般来说，去学院或大学就是要离开。是啊。我又耸了耸肩说。就不能选个离家近点的吗？他嘶声道，在我看来，你挑了个最远的。
这关你什么事？你恨我？我不会在这儿了。你摆脱我的愿望实现了。我厉声说道，真的受够了他试图对我指手画脚，规定我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我在学校努力学习，就是为了能这样做。我父母和我的阿姨、叔叔，也就是我们狼群的月神和阿尔法谈过，允许我获得特别许可去外州的一所大学学习，说那是我的梦想。我没什么可牵挂的。而且，既然迈尔斯不想要我做他的伴侣或月神，我确实没有。虽然他们都不知道这事，那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尽管自从我的狼到来后，我仍能感受到对他的吸引力，我依然觉得他非常令人厌恶。他让我恶心。而且，当他睡那些爬到他床上的众多女狼人时，那种痛楚让我更鄙视他所变成的这个男人。我仍然不知道我做了什么要遭受他这样的对待，除了我不是受欢迎群体中的一员。但我知道，我值得更好的。迈尔斯瞥了我一眼，瞬间脸上闪过一丝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几乎是关切，随即又被一种冷酷取代。那倒是，不用再看到月神在配对时搞砸的那个令人失望的失败品了。至少几年不用。谁知道呢？也许你会在那儿遇到什么人。我建议你这么做，那样你就不用回来了，因为我作为阿尔法会寻找我的月神。迈尔斯，我真的不在乎你是不是找到别人。我告诉他，准备起身回家，不想再跟他待在同一地方多一秒。就在我准备离开时，他抓住我的手，把我拉向他。我又一次和他并肩坐在狼群宅邸1楼楼梯平台的顶层台阶上，总是这么自以为是，不是吗，贝利？你说你不在乎，我们走着瞧。好吧，这次由我说了算。我，迈尔斯·达文波特，拒绝你，贝利·维斯特，做我的天定伴侣。他开始说道，我的头开始眩晕，他的话击中了要害。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那种剧烈的痛苦让我难以承受。第3章，3年后，我开车驶上返回狼群的那条长路。我讨厌这条路。就像回到我的地狱，莲花影狼群，我个人的地狱版本。不过，在外求学的3年确实很棒，我变成了我本该成为的女人，自信、沉着、勇敢，就是我自己。现在是一名合格的教师了。作为女狼人，你生命中很多年都在被告知，你的重点是找到天定伴侣，与他们安定下来，建立牢固的伴侣纽带。爱情，家庭，一旦我接受了，我那天真少女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。这要归功于月神把我配对给一个除了他自己无法爱上任何人的伴侣。我决定把我的重点放在事业上。我的学业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东西。我喜欢学习，我决定我想把这个天赋传递下去。我不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。在大学里，被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环绕，感觉真好。我终于觉得我融入了某个地方，而且我相信这正是让我成为我应该成为的那个人的原因。然而现在，我不得不按他们的命令返回我的狼群。协议是，一旦我完成学位，我就得回家。当然，除非我找到了我的天定伴侣。但我知道，在我内心深处，这永远不会发生。因为我的天定伴侣就在家里，在我们狼群作威作福，表现得好像他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人物。从我听到的消息来看，他睡遍了靠近他的任何女狼人，还拒绝了我。他正变成一个大情圣，在我眼里就是个笑话。我把车停在我们有守卫的狼群大门前。哈雷，我们狼群的一个战士，目前正在值班，走到我车窗前，证件。他命令道。我对他皱起眉头。我想我以前回家从没被要求出示过证件，即使是我所有回家探亲的时候。不过老实说，那些探访也屈指可数。我只有在不得不回来的时候才会回来。我已经开始憎恶这个地方，在外求学期间，回来的优先度越来越低。哈雷，是我。贝利，我解释道，努力不因他的错误而笑出来。哈雷更仔细地看了看我，见鬼。对不起，贝利，
刚才没认出你来，你换发型了，而且你没戴眼镜，你看起来不错。他耸耸肩说道，迅速移开目光，显然为他的失态感到尴尬。我对他回应笑了笑，是的，我的头发比过去顺服多了，卷发被拉直了，现在头发顺滑地披在背后。我看书戴的眼镜早就没了，在外期间做了激光近视手术，矫正视力。另外，我现在化一点简单的妆来突出我的五官。很高兴有人注意到了变化。没关系，你还需要证件吗？我问他。他对我咧嘴一笑，我想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很高兴见到你。他对我点点头表示认可，大门为我打开，也许你回来的时候可以聚聚。在我开走之前，他又加了一句。我微笑着回应，我想现在我没什么理由不能和任何我想来往的男生交往了。倒不是我现在真的很在意，但这不像我还有个天定伴侣要等，而且也不像迈尔斯在保持单身。每次我回家，他身边都带着不同的女狼人，像炫耀战利品一样带着他们在狼群招摇过市，等下次我回来时又已经换了人。他正变成一个十足的花花公子，在我眼里就是个笑话。我沿着我们那个亲切熟悉的狼群安静道路出发，傍晚的太阳正在天空中沉降，我开车驶向我家。毫无疑问，妈妈会在那儿等我，也许爸爸也会，如果他下班到家了的话。我哥和我妹，我不确定。他们俩还和父母住在一起，但经常在朋友家和我们家之间来回。而且我哥哥很快就要搬到狼群宅邸的贝塔套房去了，为将来接替我父亲的职位做准备。不管怎样，他们知道我要回来时，很少会急着回家看我。我觉得见我不是他们优先考虑事项的榜首。我把车停在熟悉的我家门前的街道上，真不敢相信我回家了，被困在这里。想到可能要在这里困上许多年，我胃里的恐惧就剧烈翻腾。郁郁寡欢，无法脱身。既然我的天定伴侣拒绝了我，倒不是说除了迈尔斯和我，还有别人知道这件事。不，他认为如果别人知道一个阿尔法违背了强大的月神的选择，他会被视为软弱。所以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否则，据他说，他会用我想象不到的方式让我付出代价。而且，老实说，我不想考虑这个。他允许我离开去完成我的学位。在我叔叔现任阿尔法迈尔斯的父亲和我父母犹豫不决时，他做了最后的推动。或者他是这么说的。到底是不是真的，我可能永远无法知道真相，但正因为这个，也仅仅因为这个，我才选择照他要求的做。如果他确实做了他说的事，那么他让我实现了离开狼群去获得教育学位的梦想。让我做我自己，而不是狼群贝塔的女儿。我因此茁壮成长。但是现在我必须回来，回到我所属的地方。而且虽然我获得了学位，但我没有什么真正的前景。我很可能被困在这里了。我走出车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要找到工作。这时我听到妈妈的声音，贝利。她从我们家的门廊台阶上招呼我，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。你看起来真美，亲爱的。我对她笑了笑，朝前门走去。结果却看到迈尔斯从我们家隔壁的房子出来。阿尔法的家。我还能把回家的时间点选得更糟一点吗？他的目光与我的相遇，给了我一个阴沉的眼神，然后看向我妈妈。嗨，布丽安娜阿姨，你没说她今天回来。妈妈对迈尔斯微笑，好像很看重他，虽然他大部分时间确实如此。啊，我可能忘了提，贝利现在回家定居了。迈尔斯，多好啊，不是吗？再一次，迈尔斯给了我一个阴沉的眼神。真是好极了。他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轻蔑说道。除非我允许，否则你离我远点，明白吗？迈尔斯在我脑海中用心灵感应说，同时朝他的车走去。你不跟他打个招呼吗，贝利？妈妈试着说，你知道，明年这个时候他就是阿尔法了。哦，没关系，布丽安娜阿姨。这次就原谅贝利吧。我肯定他开车回来累了。
但毫无疑问，我会经常见到他的。而且是的，他得习惯我是他的上级。他的阿尔法。他带着嘲弄说道。听到他的话，我的胃揪成了一团。我觉得我无法待在这里，我不仅需要找工作，我需要找一份远离我狼群的工作，这样我才能搬走，远离我这个神经病阿尔法和前伴侣。